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现在我的签证马上到期了，今天都1号了，我的签证还有大概1个星期，就到期了。刚刚我在网上又重新办了一个签证，重新办理了一个多次的签证，490，差不多500块钱，然后又办了3个月，然后过几天的话，等签证快到期了，我就回河口，到河口以后，然后重新把签证再拿一下。到时候再继续过来越南这边，到时候在这边继续带着和小凤一起谈恋爱。现在我在小凤这里待了2个月了，现在待2个月了，准备在这里继续和他待啊。因为我这个签证，当时是10月份办的，到小凤家里的时候，签证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，现在还有几天的话，签证就到期了，所以刚刚我又在网上重新把这个签证办理了。办理了以后，到时候我都继续在这边，待着，和小凤好好的谈。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谈的差不多了啊，感情基本上谈的可以说是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还有一些问题，暂时就先不说了吧，到以后的时候再说。前一次我办的是3个月的单次的旅游签，这次的话我办的是多次的签证。多次的签证的话，比单次的稍微能贵一点，但是贵个100-200块钱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，因为3个月的多次，到时候可以中国和越南来回跑。这样的话就方便一点，单次的话就过来了以后就不能回去，回去以后就作废了，所以我觉得办个多次的划算，因为马上快过年了，办个多次的话，到时候我在这边再待个1个月，最多1个月，说不定还待不了1个月，到时候我有可能就回家过年了，过完年的时候，到时候再拿着这个签证再过来，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。过年的话，到底是在越南过年还是在中国过年？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有可能在越南过年，但是也有可能要回中国过年。现在，还不好说，因为前段时间越南女朋友她跟我说，她说让我在越南和她一起过年呢。昨天她又跟我说，让我回中国过年了，让我在中国过完年，到时候再来，让我回去的话也在家里陪陪父母，让我回去以后也好好想一想我们俩的感情，就是大家再互相好好的再考虑考虑，就是分开以后，然后彼此再想一想，看还要不要看还要不要谈，还要不要继续在一起。要是还要谈还要继续在一起的话，过完年的话，就继续再来。哎呀，说实话，因为有一些事情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们2个能不能做到结婚，但是我是想跟他好好的谈，好好的在一起过日子、结婚的。但是小凤也是想跟我在一起的，小凤也是想好好的跟我在一起过日子，在一起谈恋爱。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呢，但是小凤她是有条件的，她不是说是没有条件，我也不知道她的条件我能不能做得到，现在我心里也很慌，我心里也乱糟糟的，因为在越南的话，我也不敢投入太大，我也不敢投资太多，因为我也害怕失败，我也害怕受伤害，因为在越南的话。说实话，投资太大的话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慌，有点没底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反正就是前段时间，小凤一直说让我在越南陪她过年呢，在越南这边好好待着。这2天的话，妈妈也说让我回去中国过年呢，她也说让我先回中国过年，然后过完年的时候。到时候再来，所以这下把我整的我都不会了，
前段时间给我说让我在云南过年的，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的，说在云南过年。现在又说让我回中国过年了，现在弄得我心里乱糟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也弄不清楚。所以我这次的话就办一个多次的签证，然后做2手准备。到过年跟前的话，他如果让我在云南过年的话，我就在云南这边待着；他如果说让我回中国的话，我就包里背就回去了，然后在家里待个10几天，在家里过完年，到时候年后的话，我再过来，再到云南来和他见面，和他继续一起谈，看看明年的话是做什么生意，还是做什么事情，看看明年的话是怎么办。现在还迷茫，现在真的很迷茫。明年到底是做生意？明年到底是做生意，还是在这里打工？我也弄不清楚。小凤他还说他想打工呢，我感觉他打不了工，因为他有孩子呢，他还要照顾孩子，还要送孩子上学放学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打工是不可能的。他怎么打工？他还跟我说他要想打工呢，打工带着孩子怎么打工？所以我觉得他没法打工，只能看做个什么小生意，这样的话，不影响孩子上学，可以照顾他的孩子，只能这样了。打工的话，这个云南的工资这么低，打工怎么生活？打工挣的钱都不够花，有的时候他花钱还是挺厉害的，打工挣那么一点钱，我感觉都不够开销。云南工资本来都低，2、3千块钱，打工也挣不到什么钱，而且又辛苦，还不如去中国打工，还不如在中国上班。所以我现在，我们俩的感情啊，我自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的。但是小凤，我觉得他也是挺喜欢我的，他对我也是蛮好的。最主要是他家里人，亲戚的，还有他妈妈，对我还是有一些要求的。不是说一点要求都没有的，也是有一些条件的。但是这些条件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。现在我心里也有点慌。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可以高高兴兴的在一起。就这样一直在一起待下去。这个跨国婚姻啊，说实话很难，跨国婚姻真的很难，两个人很难建立起这个共同的信任感。这个就是跨国婚姻的话，大家都彼此心里还是对对方有点不是很放心。这个跨国婚姻的话，我感觉比在国内找个老婆的话还要难。谈恋爱，在一起生活简单，但是真正说到结婚的话，那真的比在国内难。因为在国内的话，你结婚不管是花多少钱，你自己不害怕，你自己心里没那么怕。在云南的话，花小钱倒没什么，花小钱的话无所谓，但是花大钱的话，就心里很慌，心里很害怕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也不知道今年的话是在云南过年好，还是回中国过年好。现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。顺其自然吧。让我在云南过年，我就在云南过年；不让我在云南过年的话，我就回中国过年。就这样先决定吧。现在的话，我准备回店里帮一下忙。我在这里现在也帮忙了2个月了。明年的话，我就想做点事情。明年的话，我想自己做点事情，就不想再继续洗碗了。因为今年的话洗碗，明年的话再洗碗，我感觉这一直这样洗碗洗下去的话，有点不好。我自己感觉有点不好。你洗的2、3个月碗了，明年过完年再继续在这里洗碗，我感觉有点不像话了。有点再继续在这里洗碗，我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好。所以明年的话，我想得自己做点事情，自己做点生意的。但是现在自己做什么生意啊，心里还是没底，心里还是有点慌。
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生意，因为我基本上也没做过生意，在国内做生意我都觉得有点难，这个在国外做生意的话，心里更没底啊，更没有底。挣钱的话还好，要是不挣钱的话怎么办？亏钱的话，到时候怎么办？亏钱的话，到时候，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个感情还能不能继续的下去。要是能在越南继续挣钱，能在越南有持续的这个赚钱能力的话，那肯定没问题。那在越南绝对能生活的下去，在越南的话绝对能立足。那我们俩的感情绝对能成功。那要是明年做生意失败了，不挣钱或者是赔钱了，到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感情还能不能继续下去，还能不能在一起继续谈，我也弄不清楚了，我也不好说。有的时候这个人的心理，有的时候也摸不准，也拿捏不准，不知道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好，我现在回去继续给妈妈帮忙。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，准备回店里了。刚刚回到店里把碗洗完，把刚刚所有没有洗的碗我洗完了，把桌子上没有收的碗都收完了，把桌子擦了一下，把地扫了一下，然后刚刚忙完，现在忙完了。把刚刚要洗的菜也都洗了，这会儿洗好了，我坐这休息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观看。